大家好，我们来聊一下有关肖战的最新新闻。有消息传出呢，肖战或将出演仙侠剧主演，预计呢明年1月开机。肖战凭借《陈情令》走红之后呢，一度成为娱乐圈当中的顶级流量明星存在。然而当红的肖战呢，却经历了27事件，导致肖战沉寂了一段时间。不过好在如今肖战正在拍摄献礼剧，尽管是二番，但是本身能够出演献礼剧就是一种荣耀，更是对演员的认可。说到仙侠剧的话，大家一般呢是比较偏向于女生视觉的，所以说除去女主的番位，演技实力、热度和流量足够的话，很少有一线男演员愿意出演这样的角色，特别是娱乐圈当中的顶级流量男明星，更是选择接拍这样的作品的非常少。然而最近一段时间，竟然有网友爆料说，朱颜的男主将由肖战出演，而且在明年1月份开机。对此呢，很多网友其实是不太敢相信的。不过之前网上就有消息传出说，肖战在谈一部古装剧，而且这部剧呢是鹅厂投资的，而且女主是杨超越。虽然说肖战经历了一段低谷期，但是肖战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，所以接这部剧还是有一些的委屈。毕竟无论男主的番位如何，这样类型的影视作品就是大女主剧，很容易就忽略男主。对此呢，很多网友也不理解，为什么肖战会选择一部让自己特别委屈的剧呢？根据网友提供的爆料原因，就是因为鹅厂。据说肖战呢和鹅厂的关系呢一直都非常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自然而然的不能够得罪平台，于是只能被迫妥协。但是具体的原因呢，我们还是要等官方的宣传出来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参加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条新闻。肖战呢有3项数据公布，彻底呢让黑粉们闭嘴。可这个问题呢，却让粉丝产生了困扰，那就是人红是非多。只有一个人达到了一定高度之后呢，才会招来别人的嫉妒之心。明星呢也是如此，整个娱乐圈的蛋糕就是那么大，进来的人越多，能够分到的蛋糕也就越小。而且这2年娱乐圈的偶像更新迭代的速度呢非常快，几乎上每天都有人走红，自然呢也会有人被遗忘。所以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呢，可能自己能力不行，但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，会使用下三滥的手段，对超越自己的人进行污蔑抹黑。对于很多明星来说呢，如果在娱乐圈内消失2-3个月，可能就很难再引起关注。可是肖战呢却是个例外，因为突如其来的27事件，肖战不得不一直保持低调，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没上过任何有曝光量的东西。可半年之后呢，一回来就照样吸引了万千的目光。自从9月份开始呢，肖战就一直在悄悄地尝试回归，可是中间一直有各种黑粉的阻挠。可即便如此，肖战呢也一直来势汹汹，现在终于靠3项数据彻底堵住了黑粉的嘴。2个月内呢4次央视的曝光，央视应该算是我国最权威的媒体，每一个人都以能够登上央视而感到骄傲，甚至连明星呢也不例外，因为央视就像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，只要登上央视就代表着正能量以及被所有媒体的认可。可在这2个月里面呢，肖战却4次登上央视，这在大部分明星中间呢应该是头一次。第一次呢是在肖战承受舆论压力最大的时刻，他参演的电视剧《最美逆行者》在央视热播，而且还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收视率。紧接着肖战的广告代言又登上了央视频道，还有肖战还在央视镜头下为自己的家乡重庆点赞。最近这一次就是前些天肖战登上央视的重阳节晚会舞台，能够获得央视的力挺，这说明他没有任何问题，值得被所有人喜欢。网络影响力，现在是一个网络数据的时代，所以判断一个明星人气高低必须从多个方面综合考虑，而网络影响力集合了百度指数、贴吧讨论量、粉丝增长量以及微博话题数等多个因素，最能够体现一个明星的受欢迎程度。而在肖战开始复出后的这2个月里呢，他的网络影响力达到了481万，可以说是一骑绝尘，让很多明星都无法企及。视频播放量呢500亿。虽然肖战今年没有任何的新作品上线，但是跟他有关的视频播放量却达到了500亿，其中有他的短视频，有他之前参演的电视剧，也有他上过的综艺片段。而且日前发布的《斗罗大陆》的预告片
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，播放量就突破了1000万，至今已经超过了2亿，可见肖战的号召力有多强。他的回归已经是大势所趋，黑粉们恐怕再也无能为力了。当然呢，粉丝也有担忧，肖战和挖机机的切割度加大了肖战算是怎么说呢？因为肖战本身签约的第一家经纪公司呢就是挖机机，但是呢他没有从公司拿到太多的资源，所以早年间呢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而自去年开始呢，肖战就一直希望能跟公司做切割，以个人工作室的方向发展，可是一直以来呢都没有成功。原本以为有227事件的影响可以解约成功，可如今看来呢或许难度会更大。其实这2年以来，挖机机并没有培养出知名度特别高的这种演员或者是艺人，这2年的精力呢基本都放在了周震南身上。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呢，周震南却深陷父母老赖的丑闻当中，而且之前夏之光以及任豪也都传出不良新闻，所以现在放弃肖战的合约基本上更不可能。好，我们再来说一下肖战这个事件呢，怎么说呢？我们之前看到过，像肖战的接受中新经纬的采访，其实中新经纬的采访当中，他自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：认真的时候工作，糊涂的时候读书，独处的时候思考，难过的时候睡觉。其实这一句话呢，可以很好的概括了肖战几个月的一种状态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让他去思考，去反省自己是不是在年轻不懂的事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不好的言论。成为一个艺人，成为一个公众人物，在受到大家的关注之后呢，就切实体会到更多的是受到关注越多，责任越大。当然这肯定是真的，肖战也是希望自己在以后的路上呢，可以更多的释放自己的能量跟善意，对得起大家的关注跟喜欢。当然呢，2020年的时候，肖战呢首次公开接受采访，他自己说过，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，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所感所想。那段时间呢，大概是肖战进入娱乐圈生涯后经历的第2个事业的低谷期。然而呢，这一次却来得更为猛烈，甚至荒谬，甚至呢，至今仍不见平息。作为事件当中的当事人，肖战并没有表现出半点的负面情绪，更多的是在那段沉寂的时间里呢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借着这个契机，在一片混乱当中，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以及当下，进行了深度的自我反思。在后来的纪念曹禺110周年诞辰特别行动的活动当中，万芳与肖战的谈话中聊到过反省的话题。万芳老师曾经说过，我们有时候做了一些事情，或者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们有时候会很困惑，实际上我们应当停下来想一想，而这个停下来想一想的过程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反省的过程。人生需要反省，不论是面对当下难以继续的困境，还是回顾已过去的过往，亦或是即将迎来的明天。反省呢，肯定不是为了否定自己，也不是为了附和他人，而是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地看清自己，从而更好地去面对自己过去的不足，以及未来以及未知的旅程。好，针对肖战这个话题呢，我们就先不讨论了，我们再讨论一下一个郑裕玲粉肖战，同时呢点赞肖战好演员。香港著名演员、主持人、前辈嘟嘟姐做客电台节目，聊起了青年演员肖战。嘟嘟姐称自己好喜欢肖战，第一呢，因为他是四川人，是家乡人；第二呢，看完《陈情令》还在网上搜短片的名字，但是知道是4分钟的短片。虽然不知道他买的是什么，但是他演得很好。说他是个送外卖的，在电动车旁和外婆说话。听肖战讲四川话的那一刻，心都融化了，并解释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四川话了。自己之所以会讲四川话，是因为自己的外婆会讲，但是因为外婆去世了，已经很久没有讲过四川话了。说看到肖战在短片中表现，自己都哭了，并且在电台节目中说着，嘟嘟姐呢就又哭了。嘟嘟姐觉得肖战是很好的演员，通常这些表演呢都应该在电视戏剧学院学习过表演，但是没想到肖战是24岁出道，之前是一个团体的成员，去也可以演这么好。还知道肖战遇到一些麻烦，前段时间呢看了他的一个新剧，等了好久预告才出来，称会作为观众去欣赏他的表演，会好好享受演员的演出。
肖战的短片《买耳朵》拿到盒饭泪光闪闪的表演，也着实让人心疼不已。努力拼搏、省吃俭用的外卖小哥形象呢，一下子引起了大众的共鸣。虽然短片只有短短的几分钟，却引无数网友感动落泪。这种共情式的表演，对于肖战来说，正是演技上的一大进步。作为一个看嘟嘟姐的剧、电影、综艺长大的人，听嘟嘟姐夸奖肖战，真的非常开心。当然呢，也感谢嘟嘟姐对肖战的爱惜提携。从一个前辈的专业角度说，肖战是个好演员，对肖战是一种肯定，也是新的鞭策。肖战呢，肯定会继续努力发光。好，今天针对肖战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点赞、分享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